係嗰網友嗱，我琴日仔即係我講錯咗聖方濟各，唔係聖方濟，聖方濟各係有聖方濟各呢個係一個聖人，但係教宗唔係應該叫聖方濟各嘅，佢未被封聖啊，佢係方濟各啫，呢個就係嚇。佢嗰個聖方濟各係第一個創立嗰啲教會入邊嗰啲修士團體嘅，呢個方濟各會嘅呢個係。咁我就講咗呢個究竟呢個天主教同東正教係點樣分裂嘅，同埋佢哋嘅儀式嘅分別。又講咗咧，呢個教會同埋神聖羅馬帝國嗰個國王個卡拉沙嘅衝突，嗰個叫呢一個係卡諾沙事件嚇。呢個神聖羅馬帝國嗰個國王啊，羅馬帝國要走去喺雪地度着光着腳企3日求教宗呢個原諒，結果咧佢用武力驅逐咗個教宗。好啦，呢次係另一次嘅嚴重衝突事件。呢次咧就輪到咧就係法國強大，教廷同法國國王嘅衝突。你知咧，其實咧法國同埋呢一個德國咧以前係冇分嘅，都係叫 flank， 都係 flank。咁所以咧 under 嗰個神聖羅馬帝國，後來咧就分裂，呢邊咧就分裂咗個法國出嚟。嗰個神聖羅馬帝國咧，主要就係德國嘅，其實係中世紀教權同皇權鬥爭唔係一時之戰。阿維尼翁之囚啊，就係另一個重要嘅歷史事件啦。好啦，阿維尼翁之囚啊，係發生喺1309至1378，7個教宗，整個教廷搬咗去阿維尼翁70年，搬去阿維尼翁。70年喺法國喎，唔喺羅馬嗰陣時。首先，呢段歷史源於法國卡貝王朝嘅興起，當時嘅教宗博尼法斯8世同法國國王 Philip the Fourth 嘅激烈權力鬥爭。究竟啲人應該聽邊個？聽教宗啊，還是係聽國王啊？國王掌握更多嘅武力，但教宗可以宣佈你落地獄喎。嗰陣時啲人好驚。嗱，呢個首先要講下 Philip Fourth 係個強勢君主，在位29年，致力打擊貴族，擴大皇權，為法國統一奠定堅實嘅基礎。你知即係咧，由呢一個查理曼大帝開始分封嗰啲咁嘅唔同嘅首長喺各地，就創立咗嗰啲 Prince 啊、Duke 呢啲咁樣嘅稱呼，就進行分封之後咧。佢哋到咗呢個階段，做咗幾百年後咧，就開始國王就開始將啲權力咧收翻嚟，變咗個單一嘅皇權。嗱，呢一個 Philip the Fourth 做咗件咩事咧？好出名嘅，係喺呢一個星期五13號殺死晒呢個聖殿武士團，呢個就係呢件好出名嘅事。話聖殿武士團咧就係Templar 咧 ，Knight Templar 咧就係敵基督拜個俘虜，又係同性戀嘅兩個人騎喺隻馬度，所以佢哋嘅徽號係其實咧就係因為佢爭佢哋好多錢啊，佢冇得還就殺死晒佢哋，同埋想搶佢哋啲錢。咁呢個就出名嘅呢個人就係殲滅聖殿武士團嘅，邊個敢納稅嘅就將你趕出教會絕罰。菲臘4世毫不退讓，下令禁止教會收入流出法國，唔准攞啲錢走啊！驅逐負責嘅教廷財務人員，斷絕教廷財務。於是咧，博尼法斯 excommunicate 佢，將佢絕罰。1302年，博尼法斯8世進一步發布一聖教諭，聲稱對每個人嚟講，成為羅馬教皇嘅臣民係必要嘅，每個人都應該先聽教皇講，唔好聽國王講。結果呢，憤怒嘅菲臘4世喺1303年派特使去突襲教宗嘅住所，特使對佢毆打羞辱，結果呢，佢死咗，個教宗死咗，點死唔知，結果個教宗死咗。繼任嘅本篤11世
唔到9個月就離奇死亡喎。嗰個菲臘四世咧壓住啲樞機主教團，喺法王壓力之下，選出咗個法國人克萊蒙五世做教宗。新任嘅克萊蒙五世唔去羅馬，喺里昂加冕，完全聽菲臘四世嘅，變咗。因為咧嗰陣時咧神聖羅馬帝國衰落咧，法國咧係一個好強大嘅力量嚇，開始嘅勢力咧伸展到意大利嘅一部分。1309年，克萊蒙五世就將1309年將教廷搬咗去阿維尼翁，開啟咗教宗權威喪失，變咗法國皇室附庸嘅黑暗時代。搬咗去法國，你就要聽佢講啦。呢個就當然就係喺羅馬，教宗係有自己嘅領地嘅。喺阿維尼翁70年，7個教宗全部係法國人，134個樞機主教，112個來自法國。教宗嘅權威大幅度下降，唔再係基督教世界嘅精神領袖，係法國國王幫法國國王處理宗教事務嘅管理者。其實東羅馬帝國就係咁，直到1377年，教宗額我略11世先喺神聖羅馬皇帝同意大利聖女呢個佳琳嘅敦促下咧，翻去羅馬。呢個咧已經係隔咗呢一個係70幾年。佢死咗之後咧，又再分裂喎。於是有2個教宗啦，呢次就係羅馬一個，阿維尼翁一個，40年大分裂。最後阿維尼翁取消咗，回歸羅馬嗰件事咧就完結咗。教宗咧就一路有羅馬附近嗰啲土地嘅。如果你睇嗰啲片咧，你知道當時嘅教宗好好笑喎，係披甲就出去打仗喎，教宗親自帶兵打仗喎，呢個係係咁樣樣嘅喎。咁好啦，教宗咧一路有嗰啲 Papal States， 咁後來咧到咗1860年咧，就係1870年咧，就係意大利統一。意大利統一咧就攞翻啲 Papal States， 教宗咧覺得你唔能夠攞我啲領地，就同意大利政府咧就對峙。咁佢咧就變咗係 voluntary prisoner in the Vatican， 我就喺度坐監，我唔出去。咁當然啦，意大利嗰陣時係意大利特王國嚟㗎，係都靈王國嚟㗎嘛。佢咧就冇入侵 Vatican 嘅，就圍住喺 Vatican。呢件事咧係僵持咗幾十年。教宗同埋意大利政府對峙。好啦，件事發生20世紀初，教宗同極權勢力嘅關係成為歷史嘅爭議焦點，尤其是教宗庇護11世同墨索里尼同希特勒嘅互動。1922年，庇護11世當選教宗，同時墨索里尼成為總理。雙方嘅關係一直被掩蓋喺虛假嘅對抗敘事之下，就係教廷咧就話佢係反對呢個，尤其是第2次世界大戰，即係話佢反對墨索里尼。其實佢唔係嘅。呢個1929年，意大利政府同教宗庇護11世簽署咗拉特蘭條約，嗱就變咗而家咁啦。雙方咧達成咗個諒解，個諒解咧就係Vatican 變咗個獨立嘅國家，承認佢係一個獨立嘅國家。拉特蘭條約係雙贏嘅，教宗獲得賠償，而且建立咗 Vatican 成國。墨索里尼咧就有教宗嘅 blessing， 鞏固咗佢嘅獨裁統治。呢個條約確立天主教係意大利唯一嘅宗教，保障教會喺意大利有治外法權，有各種特權。即係嗰啲主教啊，嗰啲領地咧，你唔可以隨便侵入。Vatican 當然係自己管理自己啦。歷史學家胡貝特沃斯夫評價拉特蘭條約，教宗簽咗同惡魔嘅契約，你同墨索里尼結盟。墨索里尼喺關鍵時間幫助教宗。1924年，法西斯黨員謀殺咗反對派領袖馬蒂奧迪，政權岌岌可危。教宗咧就叫耶穌會主編撰文力挺墨索里尼，話任何針對政府嘅暴力行動都係唔正當嘅。
力挺墨索里尼。墨索里尼呢，為咗表示謝意，就安排佢仔女接受聖餐禮同堅信禮。喺政策上咧優待天主教教會。天主教教會係同法西斯政府合作嘅。1933年希特拉上台，庇護11世，本來係反對希特拉㗎嘛，佢改變態度，話佢係第一個出聲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嘅政治家，反對共產黨。教宗指示德國主教團唔好再反對納粹。同年 Vatican 同德國簽署咗主教任命嘅宗教事務協約，佢就保留咗任命主教嘅權力。雖然納粹好快違反協約，迫害猶太人，限制教會權利，教宗依然係同希特拉合作。當時嘅教會刊物咧成日反猶喎，話猶太人喺歐洲推動反基督陰謀。嗱，佢哋咧其中嗰時咧，大家唔相信嘅，即係攻擊猶太人咧，就話佢哋殺死耶穌基督啊嘛。呢種觀點咧，後來俾納粹利用嘅，基督教攻擊猶太人。法國大使觀察到教宗天性衝動，執迷於對共產主義嘅憎惡，一時對納粹領導人產生咗熱忱，佢愛會希特拉上嚟。之後墨索里尼喺1934年喺威尼斯會見希特拉。後者話耶穌咧，亦都係一個猶太人，佢愚弄咗整個西方世界，就睇唔起耶穌。多年來，歷史學家評價庇護11世，盡可能譴責納粹政府嘅弊端，但所做嘅一切都失敗嘅，即係話佢暗中咧係有反對嘅。呢個就係話呢個教宗同埋呢個法西斯政黨嘅勾結。起碼佢係唔敢公然反抗嘅，呢個就係佢同墨索里尼係好親密嘅。好啦，另一個教宗若望二世係推翻共產，係帶頭喺1991年結果造成蘇聯帝國崩潰嘅一個理由，其中就首先就喺波蘭興起嘅。1920年佢歷經納粹同共產黨專制嘅壓迫。到1978年當選教宗，係幾百年來第一個，即係上次個歷史事件之後咧，幾百年第一個唔係意大利裔嘅教宗，係第一個來自共產主義嘅教宗。1979年咧6月，佢翻去波蘭訪問，喺共產黨嘅監控之下，佢巡迴8日，出席40場大型公開嘅彌撒同演講，幾百萬波蘭人上街參與。佢喺華沙勝利廣場發表歷史講話，願你嘅聖神降臨，願你更新呢塊大地，波蘭。冇直接抨擊共產黨，但佢嘅話語成為民眾覺醒嘅號角。嗰啲人民甚至第一次感覺到我哋唔孤單，我哋有教宗支持，政權嘅道德正當性受到質疑，嗰啲人民團結起上嚟。1980年華里沙成立呢個團結工會，共產黨話佢顛覆組織。若望保祿二世不涉及政黨活動，多次公開發言支持人權、自由同尊嚴，向全世界揭露政權對異議者嘅打擊，保護咗呢個華里沙同團結工會。其實沒有正義嘅和平係虛假嘅，沒有正義嘅和平虛假。呢個變咗一個好出名嘅教宗。我講咗教宗咁多壞話，都講翻啲好處。呢個保祿二世，沒有自由嘅社會係空洞嘅，好嘛？呢個就係教宗同埋政權嘅鬥爭同埋勾結嘅歷史。好啦，我哋嘅俏貓貓超市 VIP 制度如果能夠未成為 VIP 會員，2025年4月12號到2025年9月30號期間買滿5000蚊嘢就會成為 VIP。如果呢一年內你買到2萬蚊就永久 VIP， 你又唔買嘢都得㗎，都係有。4月12號到4月11號，舊年上一年買滿7000蚊嗰人咧已經成為 VIP， 跟住你要 keep 做 VIP 咧，每半年買多3000蚊就得啦。優惠每個月有一個破底價嘅優惠，
有 VIP 會員服務，有物理治療啊、牙科保健啊，淨係服侍 VIP 嘅啫，收好平。每個月有生日禮物，又每個月咧有一款咧平到你唔信嘅嘢，我哋推廣嘅，俾你哋去試嘅，呢個就係。至於你喺4月12號到2025年4月11號買夠2萬蚊咧，你就成為永久 VIP， 永久噶啦。每個月有個永遠嘅呢間鋪頭喺度，每月一款破底價 VIP 會員服務同埋每個月嘅生日禮物啊！多謝大家支持啊！